我的菜園一直很少有小動物來禍害，自以為防範做得還行。早在開春準備菜床的同時，我將菜園的大門、柵欄和地面所有的縫隙都用木條和花園圍邊堵上了。雖然每次除草的時候把菜園門打開需要移一種木條有點不便，但總比讓小動物有機會進來糟蹋辛辛苦苦種植的蔬菜好多了。我在樓上的陽台經常看見野兔大摇大擺地在隔壁鄰居家的花園裡覓食，卻完全沒有機會來到我的菜園施展手腳，暗自慶幸。可是，一天早上，當我來到菜園，突然在番茄菜床前的草地上看到這幾個被糟蹋的番茄時，完全被震驚到了。這麼漂亮的番茄被毀成這個樣子，真是太心疼了。咬爛的番茄不用說，哪怕僅僅是被咬破一點點皮，不管有多少，番茄全部都得扔掉。還有這串掛在枝頭的幾個番茄，長這麼大多麼不容易。先是發現一個番茄被咬了，過了幾天又發現旁邊的這個也被毀掉了。這小動物難道不能把這個已經咬破的番茄先消滅完，再考慮禍害其他的番茄嗎？本來就是偷食，居然還吃到碗裡，看到鍋裡，真是氣死人了。為了以防不測，我趕緊把這個算不上完全成熟的番茄摘了下來，同時也把一些接近成熟的、有些軟的、有可能成為小動物禍害目標的番茄提前採收了。這些番茄在室溫放置幾天會慢慢變熟，但肯定比不上枝頭瓜熟蒂落的番茄好吃。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總好過被咬爛扔掉吧。我發現番茄旁邊的羊角蜜上也有咬痕，估計是皮太厚，咬不動了才幸免於難。看來這些搗蛋鬼們是專挑好吃的大飽口福，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們在我的菜園裡歡天喜地享用大餐的場景。他們吃飽喝足了，我的茁壯成長的番茄卻夭折了。面對嚴峻的形勢，我冷靜下來好好分析了一下，野兔應該是進不來的，那一定是土撥鼠了。去年我正巧看見一個土拨鼠從菜床的地裡探出頭來偵察動靜，準備偷食，立馬用磚塊堵住了它的洞口，然後在四周撒了大量的辣椒粉，結果我的菜園一直都相安無事。這次我仔細查看了一下柵欄四周的空隙，這個地方我發現了一個小洞，立刻拿出了我的殺手鐧辣椒粉，撒了一些在附近，然後找了一個木頭把它堵上了。本以為警報解除了，沒想到很快又發現這個遠離地面的番茄也被咬爛了。這證明這個動物是會爬樹的，必須找到元兇。經過幾天密切的觀察，我發現了是松鼠在禍害，它們直接從柵欄的頂部空降，我一點招都沒有。都逼到這個份上了，我必須絞盡腦汁化解危機。首先我想到的是用園林專用的植物保護帶把所有的番茄都套上，這樣小動物就無法實施侵害。遺憾的是，我在 Amazon 想訂購的產品居然需要半個多月才能送達，遠水解不了近渴，這種方法只能放棄。我馬不停蹄地搜索資料，發現松鼠很不喜歡一些刺激的氣味，比如醋，比如樟腦丸。白醋太容易挥發，我怕醋味太濃會影響鄰居。於是我去 Dollarama 買了樟腦丸，已經有很多年不曾用過樟腦丸了。每個小包裝裡裝了2粒蜜蜂，同時我也買了這種小瓶子，把樟腦丸裝進去，避免樟腦丸接觸地面造成污染。我把樟腦丸放到番茄菜床的裡面，特別是靠近掛果的地方。我放了很多樟腦丸，包括番茄的種植筐裡，使番茄的周圍不斷散發出樟腦丸的氣味。希望嗅覺靈敏的小動物在想為非作歹時，會因為厭棄這種氣味而遠離我的菜園。自從我把菜園裡的很多邊邊角角撒了辣椒粉，在番茄菜床裡放到樟腦丸之後，我每天都去查看。這些天我的番茄一切安好，估計有了樟腦丸和辣椒粉在味覺和嗅覺上的雙重刺激，闖入了我的布陣的搗蛋鬼們應該不太受用，會繞道而行。對於驅趕小動物，樟腦丸和辣椒粉應該還是管用的，所以特別想把這個方法分享一下。必須提醒的是，如果你家有幼兒和寵物去菜園，一定要小心不要接觸樟腦丸，畢竟樟腦丸的包裝上有這個骷髏頭的標記。
還有雨天過後需要重複撒辣椒粉，你只去超市購買最便宜最辣的辣椒粉就可以了，成本很低。每次澆水或者下雨之前，要将裝樟腦丸的小瓶子蓋上蓋子，等澆過水或者雨停之後再把蓋子打開，這樣可以延長樟腦丸的使用時間。和調皮搗蛋的小動物鬥智鬥勇，保護菜園，應該是我們種菜想逃也逃不了的一門功課吧。我們下次見。